按到直接转场了，真是的。我刚才本来想要打喷嚏，然后想说等我打完我再开始直播，结果就打不出来了，算了，直接开始吧，真是的。看一下哦，我昨天诶，因为我今天感觉有点咖啡因不足，所以虽然我其实不应该在直播的时候喝茶或咖啡的，但我还是泡了茶。今天没有办法像，今天不一定有办法像昨天这样维持比较完整的声音到最后，但我会努力的。我还是准备了一杯水，就是茶和水一起陪我度过今天的直播。然后昨天，我昨天应该算是有把我目前解出来的所有的拼图都大致拼好，然后又拿到这个钥匙，音乐跟应该都是正常。嗯，今天就继续，会先把钥匙开一开。不是继续吗？等一下，还是这是开始就都会好？但我一下，我以为我没有存到现金，有4个钥匙，所以就先来把应该是亮着的这4个地方可以开。走，这之后还是要，那就都一起开一开。铺垫，放上，我待会一定要先开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名号？是我叫阿姨不要来儿童游乐场的。我叫她说我要和西园2个人去，叫她离我们远一点，才会发生这种事。可是感觉明浩跟慧晶之间的关系有一点不是很明朗，因为明浩应该不是真的不喜欢阿姨，但是一心里嘛，对。如果我们都在游乐场啊，看起来就很像一家人。对，因为昨天有提到那个有附近的人在说闲话，对吧？然后明浩可能刚好是那个比较敏感的年纪啊，妈妈就会在天上看到西园把阿姨叫成妈妈。不相信他真的在天上看着我们，我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不想让妈妈伤心啊。明浩果然是个好孩子，都是阿姨的错，是我叫他不要来的。爱你，明浩。所以这里还没有东西可以拍，受伤有吗？我也不是。对了，申慧晶小姐打电话来跟你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吧？然后现在说这个可能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一声。我去了明浩经常帮西人买糖的那间文具店，随便看了看，碰巧注意到我买了生日卡片。天哪，天哪，明浩就是一个好孩子。当时我在想，这里有这么多卡片，他为什么偏偏挑了这个？今天看到你，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天哪，一直以为明浩很讨厌我，我觉得他误会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代替他妈妈的位置。其实他们，等一下，兔宝在造反，兔子雪球在造反，大家等我一下。
天哪，刚才兔子雪球在拆房子。好，我怎么这么傻？明知道他受了这么多的伤，却尽管。西元的妈妈现在怎么样了？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西元的妈妈？西元的妈妈到底是不是有过世？生日是2月6号。这是有一个可以人的死亡日期，母亲的出院日期，但还没有其他可以看的。对不起。对 ，OK。是人。浩俊跟金范的金熙元这3个到现在都还没去申报。08天，西元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呼吸的时间一共是108天。这些日子，哪怕只有一次，能把他抱在怀里，亲吻他的脸颊，感受他的体温，哪怕能听到他的哭声也好，这样会不会稍微好受一些？西元的妈妈，等一下，什么意思？西元的妈妈还为西元分泌着母乳，但她却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西元曾经，如果西元出生108天就夭折，什么情况？西元曾经躺着的地方还残留着他的体温，久久不肯散去。我怎么能亲手？我一直在想，肯定是因为名字，是名字的问题。我不该取这个名字的，我为此自豪了很长时间。我取这个名字原本是希望它能像犀牛一样坚强，结果它却像犀牛的脚一样独自离开了，斩断了所有姻缘和烦恼，没有留恋也没有牵挂，就像一阵风一样。可是西元其实夭折了，但是为什么？老师的这个头像也是不能换的，怎么会？西元到底是谁的孩子？如果说西元，可是名字，对，名字是名字，觉得咯。西元到底是谁的孩子？Hello， 现在这个游戏是一个充满了谜团的游戏，非常的困惑。昨天玩了一部分，然后它是一个关于一个叫做西元的7岁小女孩失踪案，然后当年承办让这个案子变成悬案的警官，在弥留之际，在自己的记忆里面，回溯这个案件，然后试图找到真正的真相的故事。但是昨天玩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茫然，因为首先所有的人应该都有在说谎，然后按照目前已知的状况，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所以非常的困惑。现在登场的角色有包含崔东健是西元爸爸，西元妈妈。很多证词都说西元妈妈已经过世了，但是有一部分的对话却好像西元妈妈还活着，是西元挂了，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这个金康石是前英语讲师，然后他好像绑架过西元，但是过几天就把西元还回去给西元爸爸。这个崔贵子是西元的外婆，可是也很奇怪，因为他有说谎。
然后这个申慧晶是，在西元妈妈过世之后，西元爸爸找他当保姆，照顾西元跟明浩是西元的哥哥这样。然后原本以为申慧晶跟那个金康石是离过婚的夫妻，但又好像不是，我没有很确定，超复杂的啦。然后有区公所跟这个是保姆工作的那间公司和幼儿园，还有西元还有哥哥常去的文具店，他们会来这里买糖果，然后哥哥有在这里偷过一张卡片，这样。目前大概是这样，很多事情都还有点没有理出顺序来。我看一下，昨天有一个对话是妻子，讲妻子的，我已经拿过来了，所以会比较前面吧。不然，天哪！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金康石说的。我昨天超级喜欢这一段，因为超感人的。可是这样西元到底是谁的孩子啊？很奇怪。就是如果这个拼图是对的，是某个人的，然后是对的，它就会连起来，然后就被固定在这个人下面。那其他没有固定的，就有可能不是那个人的证言，或是不是那个人所说的话，这样。那我原本以为这个西元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个我原本以为是那个西元爸爸的对话。结果刚才打开的这个西元没去入学申报的对话没有办法换头像，就是有一些对话是头像可以换了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对话移去别人那边。可是这个不行的话，就很明显是金康石说的。那如果说他对西元这么，然后又是他取的名字，那就表示取名字的对话是他的。可是很奇怪，真的超奇怪的，因为这是西元出生的时候，这个金康石帮西元取名字，所以他才是西元爸爸吧？但是到底为什么？我好困惑。而且这一段真的我还是很喜欢。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这一段话，我真的是天哪，好困惑。我昨天因为这一段话，然后觉得西元爸爸真的很爱西元。结果今天开场就发现西元爸爸另有其人，怎么会这样？我希望写的他名字的这一纸证明变成顽强的树根，让它深深的扎根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一个巨大的锚，让他的灵魂停泊在我们身边。2月5号的11点，2月5号9点58，对，是同一天。好困惑哦。好，没关系，我先看一下我还有什么可以开的。西元的死亡日期，如果西元的出生证明是真的，然后西元活了108天，还是其实有2个西元吗？其实有2个西元嘛，但是哇，这好困难了。4月3号加108天是，哇，这要怎么算？等一下，我想一下。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所以4月只有30天。4月只有30天，所以4月3号108减3，等下这要怎么算？108，等下我直接把，好，4月是30天嘛，然后5月31天，然后6月30天，这样还剩17天，所以再加3，所以应该是7月20号吗？可能是7月20或7月21之类的，很可怕，真是的，试试看。
月20号，你悬案自首离婚时间。好，然后它就是你只要开出来的对话有这种配格的字，按了之后它就可以连接到有相应关联的其他线索，可以把它们打开，这样很有趣的游戏机制，虽然目前为止非常的茫然。受害者的父母还没有来举报金康石先生，你来自首应该不仅仅是想要替敏英小姐接受处罚吧？敏英小姐是谁？敏英小姐是西元妈妈的名字吗？我听说西元的妈妈到底啊！我听说西元的妈妈向派出所报案了。我的岳母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虽然有点担心敏英的状态，但一边又感到有些庆幸。自从我们离婚后，接受了很长时间的事，还是西元吗？对吧？应该很多人都这样算吧，不然怎么办？只能这样算了。那其实西元妈妈以前跟金康石结婚过，离婚之后，西元妈妈又跟现在的西元爸爸结婚。西元妈妈以前和金康石有过一个小孩，叫做西元，后来跟现在的老公结婚，又生了女儿之后也叫西元，会不会是这样？我应该在他开始越来越频繁的找西元的时候，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就应该马上寻求帮助的。敏英出院的那天刚好是西元的生日，我们去墓地见他，一直沉默地抚摸着坟头，在他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一丝希望。他的人生似乎停留在西元离开的那一天，就像钟表的指针一样，不停地在原地打转。我想他可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吧。看着他绝望的脸，我怀疑他可能再也没法真正好起来了。这或许就是让我听到什么情况啊，妈妈？当我听到他又开始出去找西元的时候，突然感到安心的原因吧。看来他还是想活下去，就这样继续挣扎，说不定就能重新站起来了。可是，可能敏英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去报案的吧，让西元变成永远失踪的孩子。所以希望这个案子变成悬案。那为什么？那崔东健是谁？西元爸爸是谁？金康石不是西元爸爸，为什么？让西元变成永远失踪的孩子，这样总好过接受他死了的事实。或许他觉得这张失踪登记表能再一次把西元救活，就像弱者的人找到一根稻草一样。我知道我的想法很愚蠢，但可正是这愚蠢的想法给了我勇气。我想拜托你，让西元的失踪案永远成为一件悬案，可以吗？让西元在某个地方永远活下去。喂，因为名号很确定是崔东健的孩子吧？名号是西元的哥哥，可是西元，然后这边的 tag 也是写西元的父亲啊。西元到底是谁的？西元到底是谁的孩子？那个要让这个案件成为悬案的，我们离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金康石咯。怎么会这样？然后，真的，这个不认识的父亲，搞不好这个也是金康石的。中间可能还有什么，所以没有连上来。让人痛痛。4月3号，
右拐电话儿童游乐场，在哪边还有没按过的？可以按吗？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儿童游乐场是不能按的，奇怪。右拐电话，那这个嘞？这个敏英小姐把西园当成自己的孩子带回家了，我就问她这是怎么回事。敏英她跟我说啊，所以果然是有2个孩子叫做西园。他听到有人叫西园的名字，才好不容易找到的。他把附近的儿童游乐场全都找过了。那个男孩可能就是那孩子的哥哥吧，他哥哥叫他在那里等他回来。应该是他哥哥喊他西园的时候，正好被敏英听到了。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我猜他肯定就像接孩子的家长一样，很自然的就把他带回来了。那孩子也是跟没事一样，对着敏英喊阿姨阿姨。那你来我们家的那天，我才突然害怕起来。我的手控制不住的发抖，有好几次都按错数字。打了电话给西园爸爸，所以他们是互相认识吗？是我打电话拜托西园爸爸的。我跟他说，敏英好像把别人家的孩子带回来了，请他帮忙找找孩子的爸妈。我跟孩子他爸说，我想办法把敏英支开，到时候你就把孩子带走。我的女儿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可不能让她变成诱拐孩子的罪人啊！真是太没道德了。我知道这样做是要遭天谴的。西园爸爸来自首之前，我还想着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我怎么就忘记这个孩子也是他父母的心肝宝贝啊？所以金康石跟敏英的西园出生的时候病得很重，出生108天就夭折了。那后来崔东健的孩子西园是到4岁的时候妻子才过世，然后到7岁的时候被敏英当作是自己的西园带走，感觉上目前应该是这样。或指使绑架陈述的是绑架陈述，哥哥喊他西园的时候，这个吗？指使绑架的陈述什么意思？找一个名字或是学校来按。不行，这个就是不能按的儿童游乐场。名字或学校。学校。敏英小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去找西园的？她突然并且问话，因为国小的录取通知书是因为西园夭折，但是已经办过出生证明，所以时间到了的时候，学校以为这个小孩没有来上课，这样吗？去年12月，区公所寄来了一个邮件，平时寄过来的东西我都会提前拆开看，就怕有什么敏英不该看到的东西。可是这个一看，我打开，上面写着录取通知书，还是敏英自己去报名的。他们原来一直小孩夭折，但是没有去做死亡的那个。那我看到报道日期上面还赫然写着孩子的名字，我看着都感觉要疯掉了，更何况是孩子的妈妈呢？
吧，我一个罪人居然还有脸跟你发牢骚，真是对不起。当时我慌了，不小心让旁边的敏英也看到了。好难过的故事哦！天哪，他看到以后露出满脸幸福的笑容，我都不知道多久没看到他笑得那么开心了。天哪，上面写的报道日期是12月末，他看到了就拼命的催我，说得加紧在那之前把校服定做好。还说入学之前要打疫苗、买文具呢，这孩子去哪了？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每天去附近的儿童游乐场找西园。天哪，宋敏英，那个西园爸爸是7岁的西园的爸爸，这个西园妈妈是108天夭折的西园妈妈。天哪！我现在又有一个钥匙了，但是我有东西可以开吗？因为没有东西在亮。还是我应该要你的东西拼起来，也没关系。大家目前没有拼起来的拼图吧？应该要把它们换一下位置，然后把可以拼的拼起来，应该就会有可以新开的，把西园带走。你别听他乱讲。离婚。对，这是说谎啊，因为不是他带走的，是敏英带走的。如果这个不是他，都是我的责任。这东西，在阿姨家玩得很开心。这个很确定是敏英。我指使他这么做的，给敏英看看。现在都不叫我妈妈了。我指使他这么做的，是奶奶吗？外婆。右拐可以。你不是在反省，所以我需要一把钥匙来开这个。这中间一个女人经常在说的，这个女人就是沈慧。这边应该还有一个对话才能连起来。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金刚石没错，只是中间还有东西，所以没有办法连起来。那你接到妈妈的电话，这个应该是敏英。这个开了，
什么人，穿了什么样的衣服，你从哪个方向逃走的？这些问题你一个都回答不上来。金刚石先生，你说你自己是绑架孩子的人，有没有可能反而是在剥夺美英小姐赎罪和被原谅的机会呢？你现在可以替她承受处罚，可是等她恢复健康以后呢？到那个时候，大家面对的自责和内疚，你能替她承担吗？你的岳母就在旁边那间屋里，哈哈哈。同时审问是吧？他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他为了女婿，不得不举报自己的亲生女儿。他为了女婿，不得不举发自己的亲生女儿。请你想想，他此刻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知道你一直在以抚养费的名义替宋美英小姐承担着她的康复治疗费用。抚养费的对话，我昨天是都给那个申慧金，因为我以为他们是夫妻但离婚了。看来是误会，哈哈。再退后一步，站在他的身后给他资源。如果敏英小姐被送去接受治疗监护，那将会是非常漫长的战斗。陈警官，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走错了第一步？西元这个名字，天哪，不要这样想，西元是个好名字。现在也能理解，是可以啦。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拼完，但是结束了。辛苦了，终于完整的想起了案件的始末。你现在能理解西元的失踪案到现在还是悬案的理由了吧？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西元他没有死，而且还平安的回到了家里。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失职。记得一开始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所有人都在为各自的理由说着谎。有些人是为了保护他所爱的人，有些人是为了遵守重要的约定。审判者大人，你也是这样吗？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为某个人而埋藏在心里的秘密？我也有，是关于你的秘密。应该是年轻时候的全景吧。需要2个钥匙。纳尼？重大悬案刑侦警察。其实，西元的失踪案并不是需要我们重大悬案调查组处理的案件。你也知道，每年仅仅是关于失踪儿童的报案就有2万多起。在数不清的案件里，和严重的暴力犯罪无关的一名失踪儿童，根本不会受到重视。而我关心这件案子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名字。林子，为什么？失踪儿童金西元。所以你是？犀牛的犀跟圆的圆，跟我的名字一样，连年龄也一样。你是？你是崔西元长大以后也成为警察？天哪！前辈，你看我的名牌，是我崔西元，你帮忙找回来的失踪儿童。天哪！这也太感人了吧！前辈是不是前辈退休之后是不是有生病还是什么，所以可能在医院吗？是我崔西元。前辈，天哪！天哪，这个故事真的吗？你真的是西元吗？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为什么？为什么前辈这么自责？是因为把他列为悬案就觉得很那个吗？
好像不应该说哪个，我讲一下因为要把这个案子列为悬案，让全警对西元还有西元的家庭很抱歉吗？还是警官也还有什么没有讲出来的？天哪，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不是的，前辈，不要这样，我对你只有感激。没脸见，为什么我没能把你找回来？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西元的外婆说过的话，对吗？你看，我把她当时的笔录也带来了，在这里。这上面写着全警官的拜访，这让他最终决定把西元送回去的契机。天哪！所以其实全警官在查案的时候，金西元的妈妈和外婆原本是打算把崔西元就留下来当成自己家的孩子继续养大的，是因为警察去探视，然后金西元的外婆良心不安，才决定把小孩送回去，是这样我本来就应该做的正常的办案流程而已。天哪，救命！没有人遵守的流程。前辈，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的，那是从来没有人遵守的流程，就算是现在也一样。可是你却遵守了，你没有只走一个形式，而是做了一件作为警察本应该做的事，这就是我能回来的原因。我拿着西元的失踪档案，重新调查了一遍和案件相关的每一个人，不仅是西元的家人，还有我的爸爸、哥哥，我亲爱的慧晶妈妈，他们每个人都拜托我向你转达他们的谢意。已经来过好多次医院了。我当远景的那些年，对无数人的痛苦选择视而不见。虽然你可能感谢我，可是……好，那我们这样吧，过段时间我会给你安排时间，到时候你可以尽情悔恨，责备过去的自己。可是前辈，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恢复你的记忆花了我们太多时间。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的对话不是第一次？你应该知道，我的脑子里仿佛有漂白剂的海浪在不断冲刷我的记忆。难道还能有比这更紧急的事情吗？正是因为这样，我需要你在记忆完全褪色之前帮助我。你还记得宋明英小姐吗？那个把我带走的人，也就是西园失踪案的报案人。明英小姐，当时好像是判了1年的有期徒刑，被送到司法病房了吧？是的，她的刑期早就满了，不过现在还关在司法病房里。啊，怎么会这样？西园的父亲说，到现在都没有正常看过医生，接受的唯一的治疗就只有服药，所以需要我们去帮帮他。你已经原谅他了吗？这不是原不原谅的问题，就算抛开个人感情，也很容易想明白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议员的失踪案至今还悬而未决，现在是时候做个了结了，因为我始终相信，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尘埃终须落定。这故事很好，还原事件，还原案件的真相吧。天哪，天哪，这故事很好我的天哪！可是刚才没有把所有的对话都完整的拼回去，所以其实只要有找到所有的钥匙，就算对话没有全部拼好，也是可以进结局的。我本来以为那个审判者是年轻时候的西园，年轻时候的全景，回忆的余烬。
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快了，作者太快了！编辑人的妈妈收到入学通知书，然后非常高兴的脸，是不是？天哪！而且到我刚好前阵子看了一个，我想想哦，好像是防重液的广告，它是，是防重液吗？还是我有点忘记。总之，它是一个拍成有点微电影形式，然后有连载的、有剧情的广告。可是我要去把那个找出来，如果找到的话，我再放到 Twitter 上。总之，那个时候也是看那个广告看到哭出来，因为主角是一个在就是办结婚登记跟死亡登记的人。那他在那个故事里面的时候是和男朋友，其实已经到可以谈婚论嫁的关系，可是他一直有点不知道该不该走出那一步。那他也知道男友男友准备好求婚的戒指，但是每次都没有拿出来，然后他就在一天又一天的处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之间一直在犹豫，人为什么要结婚？是因为相爱结婚吗？那是因为不爱了所以离婚吗？就是在这些疑问之间，很犹豫他和男友之间的关系要怎么走下去，还有他怎么看待婚姻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老爷爷带着那个户口名簿跟资料来，然后坐在那个等待区，一直到他要下班之前，才终于来办。说等一下，说他老婆过世了，所以他要来办相关登记。然后他就问女主角说，他可以把他老婆的名字留下来吗？那个时候女主就跟那个爷爷说，旧的旧的户口名簿和资料也可以留着，但是基于流程，好像30天还是20几天之内要完成登记，不然的话好像会有罚则还是什么吧。所以，女主就跟那个爷爷说，旧的他可以留着，但是，爷爷还是要完整登记，这样，所以他就帮爷爷做处理。结果处理的时候发现，爷爷来处理的那一天就是规定期限里的最后一天，所以爷爷是很清楚知道他要在时间内完成登记，但他还是拖到最后一天。天呐，我现在想起来这个广告，还是觉得超难过的。它是一个好广告，真的，拍得很好，很感人。然后这一段真的是超触动人，我觉得这就是爱。所以如果没有法则，然后就一直不去办死亡登记的话，感觉也可以理解。如果是小孩或是彼此相爱的走过一生的人，很难接受要去办登记这样的事。我觉得如果宠物的规定变得严谨到领养了宠物需要做登记，然后在宠物要宠物离世之后，也必须去做登记的话，应该会很难落实吧？我觉得大部分的事都应该
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要去做这个人际的。我可以回去继续把那个拼图拼完。如果按继续会怎么样？我先去找一下卫生纸。整个故事看完，然后再想了一下这个全景和开头的前言，听起来很复杂。也为什么全景会觉得自己是一只水母？像过去70多年的人生，而且全景感觉是一个蛮尽责的警察吧。如果他单纯因为西园的这个悬案就把自己讲得这么坏的话，也感觉很负责任的人就会这样，就是太自责面对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拥抱他们，但留下的却只有伤痕。为什么这么悲惨？因为刚才看完整个故事之后，感觉全景已经尽力啦，他很认真的在做他的工作，然后除了西园失踪案变成悬案以外，他处理的其他案件也都解决了。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太负责任的人就是会这样，就是发生了一些他们太过负责任的价值观里面没办法接受的事情，然后他们可能一辈子就被这件事情折磨到老，然后就变得有点钻牛角尖了吧。对啊，失去孩子的家人，他们在绝望中哭泣，所以感觉就是西园的这个案子让他一直很介怀吧。不要这样想，警官。这种人就是停止和海里的人说话，不要这样责怪自己。我们也可以把它拼好吧，像我们现在知道整个完整的故事了。就这样，你接到妈妈的电话，这个人从来不信上帝。医院爸爸来牵手。我说你不要再找西园了。这应该往上可以连起来。2月5号的事。这两个应该都在安安，这个游戏刚结束，但我想要把它拼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推荐所有的人游玩。所以我又拿到一个钥匙嘛，也是差一点。如果他还可以再多拿钥匙的话，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责任这边已经
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敏英他其实也是知道，因为有一个对话是有提到责任的，感觉应该是我本来以为刚才下面的那一段应该是接在责任的后面，但是这个别听他乱讲，都是我的责任。就忘记这孩子也是别的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个是生会经。没解成，是说其实有一些是接不起来的吗？好，真的可以再拿到钥匙耶！再拿到钥匙可以？为什么？这位先生没有报道，报道名单应该是最上面。就是这个。钥匙真的可以多拿的话，那这个游戏很友善欸。就算没有全部写出来，也还是可以看到结局。是民音的吧？那中间就是接这个。民音的也接完了，都是现在就是这一段不知道没办法确定到底是谁说的。是的。爸爸所以责任的那个应该在这边，的确是外婆没错，但是是比较上面。要2把钥匙吧，哈哈，这也是给外婆的。接完了，所以应该是因为一开始没有想到有2个孩子都叫做西元，所以金西元跟崔西元，所以一开始会觉得茫然。然后警官当初在侦办的时候，我们一时也没有意会到，因为如果没有把姓讲出来的话，都叫做西元。那两边都喊自己的小孩是西元，然后敏英跟康史他们又没有去办金西元的死亡登记，所以确实就是他们也有一个正要念小学的叫做西元的女儿，在记录上看起来是这样。那这是个好游戏。
也确实崔熙元的爸爸也真的是很爱他，而且他们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是崔熙元的爸爸这边就是维持单亲，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应该慧晶有跟明浩重修旧好，然后崔熙元跟慧晶还有爸爸看哥哥，后来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对吧？应该是这样对吧？希望如此。回到刚才西边跟警官说：“亲爱的慧晶妈妈。”那感觉就是这样。所以西元爸爸这个故事就到那边。其实一开始说西元失踪案的时候，会第一时间以为是这个崔东健的孩子西元，但其实主体是美英跟康石的金西元的那个孩子。美英还在司法医院里面，方面应该也是，如果他出院的话，没办法控制吧。既然外婆也说女儿神志不清，然后那么多年，那好不容易女儿送去医院，确实，可是司法医院是想要待久一点就可以待久一点的。怎么会？或是这一段美英她不知道康石带走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可能是她想要逃避，不管是逃避西元被带走，还是逃避那个不是他的孩子，这样。我觉得我喝茶真的会有差，就是的话，咖啡因超级不足。感觉是崔熙元被明英带走之后，外婆跟康石发现这件事，然后在这一开始，外婆是想说干脆就把崔熙元留下来当自己家的孩子顾，但是警察上门，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把崔熙元送回去原本的家庭。熙元送回去原本家庭这件事情就交给康石去做，所以康石把孩子还回去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在美英不知道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孩子又不见了，美英就跑去报案说他的小孩失踪，这样对吧？所以美英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号的时候，明英就跟警察报案，这样，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情况啊。懂了。所以西元其实是3号的时候被明英带走，然后5号的时候，康石把孩子送回去给崔东健，崔明英的真正的爸爸。然后明英发现孩子又不见，然后就快点报警，所以才变成了西元失踪案。所以实际上西元失踪案也的确是指金西元这个早就夭折的小孩，就是妈妈没有办法面对现实。对啊，哇，崔东健本来的配偶叫做徐元英，所以他们两个名字也的确是很像，两个西元妈妈的确是很像，敏英跟元英。
这是一个好故事，这是一个好故事。可是多的钥匙就不能用。所以开头会蛮难的，是因为两个西元的家庭混在一起，所以刚开始会很难判断。可是其实线索开会越来越怀疑西元是两个孩子，到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去顺那个逻辑了。很高兴玩这游戏，真的超感人的。我其实昨天看到取名字的这一段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叫西元的名字，我还是很喜欢这一段，跟西元可以有这么爱他的父母，其实虽然108天就夭折，但应该还是觉得幸福吧。好，感谢这个感人的故事和制作者。可是如果多着钥匙，之后还可以开别的东西的话就好了。但是很友善，虽然昨天刚玩的时候觉得很难，可是后面看起来这个游戏很多机制其实都蛮友善，不管是连那个对话还是找线索的时候，可以直接试。如果真的不太确定是哪一句的话，反正它不对的话，它会直接打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友善的机制，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在那个试错上。如果是玩那个地准裁判只有3次机会的话，就只能存档到一个试看看了。但是这个不用，它就是友善的推理游戏。好，很高兴破解了这个悬案。那今天的直播大概就到这边。明天我应该是先玩 Light。我想想，明天主要是我明天打算把兔子雪球的房间换一下，我目前不太确定会需要花多久时间。我是打算1、2、3连着一起玩了。不过照今天这样看起来，如果我一边玩文本多一点的游戏，然后一边喝茶的话，的确是比较容易变沙哑。可恶，我还是需要努力喝水。如果把 Light 的1、2、3一次玩完的话，可能会需要3到4小时吧。然后玩完 Light 之后，我也想聊一下那个 Light 的小说。Light 有一本青鸟的小说，不过我好像是可能要找一下，因为我印象中我是有买日文版的，中文好像我印象中我有想买中文版的来对一下跟日文版的内容，但是我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我已经忘记了。我预留个3、4小时的话，就假设玩到12点，不然的话就是明天还是就先单纯玩 Light 的游戏，然后 Light 的书就之后看哪个时间的直播再小聊一下。因为毕竟是版权书，所以我也不能就真的把这本书的剧情或是内容拿出来讲，这应该不会很花时间。我应该要把Light再看一次，然后总结一下我喜欢的部分跟小说剧情还有游戏剧情加在一起吸引人的部分，应该要这样。然后中文的版本我可能确认一下吧，如果中文版本我真的没有买的话，我可能就去买一本，然后来对一下那个中文跟日文词义表达上面有没有什么差，大概这样。那鹅妈妈童谣，我看一下哦，时间
确定明天会开直播，然后4月1号跟2号也会开。明天玩 Light，如果 Light 也像尘埃终须落定这样玩下去之后，发现时间有一点长的话，也有可能会拆2天，可能变成明天跟4月1号都玩 Light，有可能。如果时间有点不够的话，我还是先暂定明天一样晚上10点开直播好了。看一下，我现在已经连续4天都是晚上10点开直播了，虽然我会迟到一下，明天应该比较可以准时。那先暂定10点好了，然后看可是因为刚才说可能需要3-4小时，不过怕文本的量会导致我需要大量的水。没关系，就还是先暂定10点好了。然后如果明天没有玩完，就4月1号继续玩。然后等拉德玩完结束之后，应该就会先准备开始开鬼来信，急需补充恐怖游戏能量。不过鬼来信也，我自己觉得鬼来信没有应该不算很偏恐怖游戏吧，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像有点悬疑惊悚的视觉小说，但也是故事很好的作品。如果要，对，也是一个会需要卫生纸骗我眼泪的作品。大概先这样暂定，然后但因为鬼来信开了之后，我不会每次直播都一直接着开下去，就是在鬼来信的中间，可能就插一下那个文蛙童谣跟 Light 的小说，然后就是悠闲一点的去玩鬼来信这样。耶，对吧？期待吧！我超喜欢鬼来信，超喜欢鬼来信。鬼来信也是好几年的作品了，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是因为太喜欢鬼来信这个作品，所以我时不时会把鬼来信的那个 BGM 组曲翻出来听，或是就把它当作业用 BGM。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游戏了。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边，可以早点休息，然后明天早点起床把兔宝的房间处理好，那我就可以早点开始准备晚上的直播了。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就我发现我如果不是这个尘埃终须落定，我只要滑手去点了别的东西的话，BGM 就会消失，哈哈，真是的。我希望它可以一直在背景音乐播，但是我只要不在这个视窗，它 BGM 就会自己停了。胡须晚安，卢比多也晚安，谢谢你们，谢谢。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拜，祝大家有个好梦，滴滴。